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湖天一色的美景中，却藏着一艘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游船。32具躯体围成一团，似乎在拼命反抗着什么，而通往生命之门的出口却被无情大火紧紧锁住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打开游船的底舱，一副让人泪流不止的场景迎面撞来。今天小渊就带大家回到28年前的那个愚人节。故事内容将以法医的角度展开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一切得从一个名为千岛湖的旅游景区说起。千岛湖位于中国浙江省淳安县境内，它的出现很大原因是当地水电站的建设。在这湖上一共有1078座大小不一的小岛，所以人们把它叫做千岛湖。自从建成后，就吸引了很多游客。站在缓缓前行的游艇上，你会发现自己好像有种驾一叶之扁舟，漂浮于天地相连的湖天一色之中的感觉。总之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千岛湖的景色很美很美。虽然小渊我还没去过，可1994年3月31日这天，千岛湖这份湖天一色的美，却夹杂了一份滚烫的浓烟与黑色的惨剧。为了更好地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，千岛湖建成后开设了很多游船班次，供游客乘坐欣赏沿途景色，包括3月31日当天的海瑞号游船。根据资料，当时海瑞号上面一共有32人，包括24名台湾游客、6名当地船员和2名导游。海瑞号在3月20号从广州出发，一路向上，经过了成都、重庆、三峡和武汉等地，最后来到了浙江杭州的千岛湖。在这11天的旅途中，海瑞号领略了悬崖峭壁般的天险，也见识了重岩叠嶂的三峡。可偏偏在畅通无阻的千岛湖上，突然间失去了联系。按照计划，海瑞号应该在3月31日停靠杭州淳安县港口，可当天下午港口值班人员换班时，港口都没收到海瑞号的任何消息。值班人员觉得非常奇怪，在港口船舶停靠登记表上，只有海瑞号游船后面一格是空的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千岛湖换上了夕阳的妆容。下午5点，清新宾馆前台致电旅游公司，询问为何海瑞号的游客迟迟没有到达，是否需要取消用餐和退订客房。接到这个消息，旅游公司派出了黄山3号摩托艇，逆着海瑞号的航线出发寻找。可由于当时刚好因为雨雾原因，湖面能见度较差，当天旅游公司并没有找到失联的海瑞号。到了隔天的4月1日，时隔12个小时后，依然没有海瑞号的任何消息，就好像突然人间蒸发般失去了所有联系。按照西方的节日，4月1日是愚人节，可在那天，谁都不想遇到黑色的幽默，尤其是海瑞号所属的旅游公司，他们不断致电海瑞号，可就是没收到任何回复。那一晚的等待真的令人无比煎熬。4月1日的凌晨5点30分，距离第一次搜寻的12个小时之后，旅游公司再次出发寻找。这一次搜寻队终于在千岛湖黄泥岭水域找到了失踪的海瑞号。可奇怪的是，海瑞号船面上空无一人，有的只是阵阵浓浓黑烟，整艘船被烧得剩下一个空壳。在2-3米之外的搜寻队员都能体会到皮肤滚烫的感觉。另外一边，接到报警的港口立即派出载着消防车的数艘渡船赶到黄泥岭水域，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船只的火全部熄灭。这是拍摄于当时案发后的海瑞号，虽然是黑白照片，但大火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，包括船上被叠在一起的凳子全部烧得只剩下铁架子。将海瑞号运回岸边后，警方动用多根粗木撑起船身，以防船体发生倾斜散架。固定好船身后，消防队员开始登船搜查。可当他们想进入底舱时，却找不到梯子，这就奇怪了。船上进入底舱的梯子怎么就不见了？难道被烧断了？可查了海瑞号的资料，这铁梯子应该不容易被烧断了。问询一圈都没有结果的消防员，只能顺着侧面窗口爬进底舱。一进去，消防员就发现底舱布满了水，甚至腰部都能感受到湖水的寒冷。正当消防员刚踏出一步时，脚底就传来柔软的感觉，他们判断底舱很可能是有人或堆积着衣物。出于救援需要，警方调来数台抽水机，把底舱的水抽到外面。
抽干水面后，底舱浮现的一幕彻底惊呆所有人。用当时参加该案的法医的原话来说，就是底舱的水渐渐稀少，一些尸体开始漂浮在水面上。遇害的游客面目全非，惨不忍睹，其中很多尸体都被严重烧毁，人体表面脂肪已经油化，稍有不慎，脂肪下的肉就会像树叶一样掉落在地上。为了最大努力保护尸体，警方在海瑞号左舷割开了一个窗口，以此将尸体从船上小心翼翼转移至陆地。经过初步辨认，一共有32具尸体，这说明海瑞号游船全员遇难，无一幸免。可不论现场多么惨烈，对于警方来说，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查出海瑞号失事的真相，以为死者在天之灵。在研讨会上，警方提出了几个问题：其一，为什么所有船员和游客全部都聚集在底舱？其二，为什么通往底舱的铁梯不见了？其三，为什么船上游客的行李箱全都不翼而飞？其四，这到底是船只意外，还是有人蓄意纵火？为了解答这些疑问，警方兵分两路，第一队走访排查可能目击海瑞号出事的船只和人员，第二队则直接从海瑞号残骸寻找线索。但由于大火的原因，能获得的有效线索是少之又少。在经过数番激烈的辩论后，专案组大多数人认为还是得从死者身上寻找破案线索。在检查其中一个女尸体时，法医发现她的左前臂脑骨和耻骨出现下横向骨折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克雷氏骨折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骨折，大概率是人摔倒在地时，两只手按着地面。同时，血红蛋白检验结果表明，发生火灾时，很多游客都还活着。进一步检查后发现，船上很多游客上半身的烧伤比下半身严重，由此说明当时火势应该是从上往下烧。除了游客身上的烧伤痕迹，还有2项证据表明火势从上往下烧，包括底舱地板依然清晰可见的红色油漆，以铁梯子原位置被烧得变形的钢管。要知道，能把钢管都烧变形，那火温至少得有800度。可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就有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为什么偏偏是通往底舱的入口位置的火烧得最大？换句话说，就是为什么乘客逃出底舱的出口的火烧得更大？越想越让人觉得背后发凉。综合各方线索后，法医提出假设，海瑞号的悲剧不像是普通失火事故，反而更像是盗窃后的纵火案。支持这个假设的证据有6点。其一，海瑞号船上除了一个救生圈，船上其他所有的消防设备都没有被使用的痕迹。而且明明都已经发生火灾，可为何船上的游客全部都要往底舱里钻呢？正常人的反应要么是跳船，要么是靠在2侧栏杆大声求救。其二，6个船员虽然没有1个人逃生，其中包括一个水性非常好的船员。其三，底舱出口的铁梯不翼而飞，一个70-80公斤重的长铁架不可能轻易因为大火被烧得毫无踪迹。其次，船上游客身外的贵重财物全都不见了。相反，很多游客将贵重财物藏匿在自己身体的隐秘部位，包括4名死者的鞋子或袜子里面藏有钱，2名死者内衣内裤中找到了现金首饰、手表等财物。作为女性，把钱放在这样的地方，买东西付钱时肯定不方便，藏的时候也肯定不方便，因此他们大概率是在底舱时藏的。其五，最初发现底舱受害游客时，女游客全部都是靠近底舱内侧，男游客都是在女游客外围，此举似乎是在保护女游客，准备抵挡第2次袭击。最后一点，在甲板上有个大油桶，对比旅游公司的船只资料，这只油桶不是海瑞号自带的。由于没有幸存者和目击者，所以当局只能通过现有的情况推演当时的案发过程。盗匪在登上海瑞号后，第一时间控制了船员，然后利用手中的凶器恐吓和欺骗游客，谎称他们只劫财不劫命，所以乖乖主动把自己钱财交出来，走到底舱就能活命。这就能解释为何32人会全部出现在底舱。倘若盗匪一上船就直接搜刮游客身上财物，也许会遭到部分游客的反抗，甚至最后可能32个人一起反抗。游客进入底舱后，由于人群拥挤造成底舱闷热，所以有人脱掉了外套，而部分女游客很可能就是在这时候将钱财藏在身体的敏感部位中。确定船上全部的人进入底舱后，盗匪锯掉了底舱出口的梯子，然后点燃自带的汽油，企图用一把火毁灭现场，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。顺着这种推演，
那盗匪的数量应该是2人以上5人以下。如果盗匪成员数量超过5人，那他们大概率会对游客搜身。其次，盗匪应该是乘坐速度较快的水上交通工具，例如冲锋舟或摩托艇。他们大概率非常熟悉千岛湖的地理情况，甚至知道海瑞号的行驶时间和游览线路，很可能是藏匿于当地的犯罪团伙。确定案件性质后，警方改变了此前游船意外失火的说法，开始集中力量寻找凶手。10几天后，警方将嫌疑锁定在杭州淳安县的3个年轻男子，分别是吴某、胡某和于某。这3人年纪都只是20多岁，其中吴某从事于个体户旅游项目，也就是靠老天爷赏脸混口饭吃，所以收入时高时低。吴某钱虽然赚的不多，但在不良嗜好上的开销却是雷打不动。于某则是为旅游公司驾驶旅游船的船员，案发前1年，自己买了摩托艇，也做起了接送游客的旅游服务。最后一个胡某则是在化工厂上班。3人不知怎么就聚在一起，撑大胆子对行驶在千岛湖上的游船起了贼心。一番商量后，3人选了2个地点，第一个是渡口万毛竹园方向的背山一侧，来往船只较少，有利于作案。第二个是小金山转弯处，在这地方动手后，可以把船开到千岛湖中心区域沉掉。到了3月31日，也就是愚人节前1天，这3个家伙就正式动身前往千岛湖物色目标。埋伏了半个多小时后，3人瞄准了海瑞号，负责驾驶摩托艇的吴某从海瑞号右后侧靠了过去。固定好摩托艇后，3人先后登上了海瑞号，然后用斧头和猎枪恐吓了船员和游客。搜刮一番后，3人把船上的人全部赶到了底舱。根据事先的计划，他们是想把船炸沉，但由于游客的反抗计划失败，不死心的吴某就跳回摩托艇，拿了个30多斤的汽油桶，对准底舱出口纵火，然后3人便匆匆逃离了现场。只剩下燃起浓浓黑烟的海瑞号，而警方之所以能抓住他们，也是紧紧抓住了4条线索：本地人、汽油桶、枪支和摩托艇。3人被逮捕后，起初对自己的罪行一直遮遮掩掩，直到警方证实他们在案发前向他人借过猎枪、买过汽油，以及案发后有人证实其中2人在案发后曾一起去理发店理发，而理发店老板也证实当时有2位年轻顾客的前额毛发和眉毛有被火烧焦的痕迹。案发3个月后的6月19日，3人被判处死刑，执行枪决。湖天一色，两撇波纹，行驶在千岛湖的海瑞号渺小的就如同一叶扁舟，可比这扁舟更加脆弱的是只有一次的生命。千岛湖的夕阳虽美，可如果染上带血的悲剧，那便是刺眼的感觉。28年前的这一幕被揉杂了太多笔墨，逝者安息，生者如斯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